因为距离实在太远，韩立即使用传音术阻止也已经迟了。这几人转眼间就接近了战团，想必现在的魏无涯很高兴来几个替死鬼，帮其分担一下压力。但银发老者几人可就危险了，别人如何韩立不会管，但这位程师兄在落云宗对他不薄，他一向恩怨分明，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此人在眼前送死。看来只有同样过去一趟。韩立心中也着实无奈，他原本打算虽然不是立即拔腿就跑，但也没必要贸然直接参与古魔和魏无涯争斗的意思，而是打算悄悄潜过去，看看魏无涯和古魔争斗具体情况再说。若只是稍落下风，他自然会出手相助，缠住那位刚过去的古魔。毕竟身为人类修士，他也不想看到没有牵制的古魔在谷中大开杀戒，四处吞噬元婴。但若是魏无涯完全不行，已经堪堪不知，他也不会将自己葬送其中，还是赶紧开溜以图自保。这只能算是谷中众修士的一劫。面对连元婴后期修士都大败的对手，他可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只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就不错了。但现在银发老者一行人贸然冲进了战团，韩立脸上阴晴了数遍，也只能硬着头皮掺和了进去。若是实在危险，他大不了使用血影盾逃命，只是施展此秘术的时候可是要掐准了方向，可别刚一遁出后就立即撞住了哪个空间裂缝，危险还是不小。不到万不得已，韩立还是不会施展此遁术。思量清楚一切后，韩立猛然一转身，冲身旁的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冷声说道：既然有其他道友出手相助，面对着吞噬修士的元婴魔物，我等不能袖手旁观。无论两位道友是否过去，韩某就先行过去。只是两位现在离战团如此近，恐怕魏道友早已发现了二位存在，事后可不好向魏兄交代。用7分警告3分威胁的语气，一说完此话，韩立就一跺脚，化为一道青红，直奔战团破空而去。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听完韩立的言语，愣在原地一时无语。就这片刻的耽搁，那紫黑的一芒和绿色争斗越来越激烈。此刻离他们不过10余里地，那魏无涯若是有心，神识只要略微一扫，他们二人还真是无处可藏。韩立这几句话倒不全是恐吓之言。走吧，韩道友说的没错，我等身为人类修士，除魔卫道的确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令狐老祖嘴角抽搐了一下，苦笑地冲白衣女子说道。女子脸色阴沉，同样知道其中厉害，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好在这么多修士一起出手，就算再厉害的魔物，自保应该是能做到的。这二人怀有侥幸之心，化为2道惊鸿，硬着头皮也飞遁而去。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身后100里处，玉灵宗的大长老东门图正带着3名绿袍人向这里飞遁而来。原本5行灵婴转化的元婴修士，如今只剩下3人，其余2人想必陨落在那空间裂缝和禁制中。可他面上丝毫失落之意没有，反而有些兴奋的不时望向远处的天边，那里灵气波动剧烈异常，即使他在100里外都感应得清清楚楚，多半是修士在为宝物大打出手，他自然要过去看个究竟，看看能否浑水摸鱼。而在另一方向上的300里外之地，鬼灵门的中姓长老也带着一队鬼灵门弟子向战团外赶来，脸色阴沉之极。这次进入坠魔谷虽然有路线图可走，但是途中还是有2名弟子遭到了意外，形神俱灭。而此行的目的，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灵木，上面的灵珠果竟然被人早一步摘走了，这让他修养在身也差点气炸了肺。这些灵果可是他能否进入元婴后期的关键，因为灵果被摘走的痕迹还新鲜异常，而灵珠果又必须马上入药炼丹，故而得手之人绝跑不远。他立刻带着弟子在附近四处寻觅，可惜如此多天过去，还是一无所获。正当他垂头丧气准备带着弟子原路返回时，结果先是一阵气浪扑来，差点让门下弟子全军覆没。
幸亏他身怀一件顶级防御古宝，这才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接着远处又传来了如此惊人的灵气波动，这让他心中一动，立刻想起了摘灵烛果的修士，当即按捺不住，带人飞遁而来。韩立并没有将天煞魔师和众傀儡收起，反而在飞遁的路上将那10几只巨龟傀儡也放了出来。后面跟着一起过来的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见此，心中吃惊之余却宽心了一些。虽然这些傀儡单打独斗不算什么，但若运用巧妙，数十只一起上的话，就是普通元婴修士也要暂避锋芒。不过心中略安之余，不但令狐老祖心中妒意又生，就是白衣女子也暗自一阵嘀咕，更是觉得韩立似乎手段无穷，实在是高深莫测。10余里距离，韩立转眼间就飞遁到了战团附近，站在100余丈外，缓缓停了下来，将眼前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离得如此之近，他才发现所谓的黑紫一芒其实是紫红的魔光中无数缕漆黑魔气所化触手在其中狂舞不停。这些魔气的来源却是紫光中心处的一个魔物，此魔物额生独角，面目狰狞，和逃走的那个双头4臂的怪物酷似，但身子却和普通人一般无二，甚至皮肤还晶莹异常，犹如美玉。此时这魔物面无表情，双目微闭，仿佛还未清醒的样子。但令人诧异的是，他明明嘴唇紧闭，但是从腹中不时传出雷鸣般的吼声。光听此声，似乎魔物暴怒异常，但脸上偏偏毫无表情，木然之极。而此魔物的2只手臂也机械地向下方扔出了一团团漆黑如墨的火团，动作僵硬，显得迟钝异常。别看只是几颗不起眼的黑色火球，但一落进下方绿云中爆裂开来，必定掀起10余丈之广的黑色火浪，将附近绿云击散得七零八落。但魏无涯的毒云也非同小可，一阵翻滚后，立即就将此黑焰扑灭，同时将大股的雾气幻化出无数条绿色巨蟒，不停地向上去撕咬，妄想冲破空中，直接攻击魔光中的魔物。结果绿雾一茫，黑色魔焰交织闪烁，不时在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巨响。这是怎么回事？那个魔物好像还未彻底苏醒，或者身上有什么禁制，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令狐老祖随后跟来，停在了韩立附近，一见空中魔物，先是神色一变，随后又惊喜地说道：若是这么好灭杀掉，魏道友早就动手了，何必隐匿在毒云中苦苦支撑？看来其中另有什么玄机。不过从魔气强度上来说，这个魔物肯定和刚才跑掉的大有渊源，并且还厉害得多了。韩立口中一边摇摇头，一边目光神识不停地扫视着附近。他有些纳闷，刚才先过来的魔化南陇侯怎么踪迹全无？不过目光一顿，倒先瞅到了不远处的银发老者几人。这几人看到场中的情形，已经目瞪口呆，再看到韩立等人的到来，更是脸露意外的表情。诚信老者一见韩立，却不禁又惊又喜。不过他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只是远远冲韩立点了点头，并没有过来的意思。韩立见此，心中苦笑一声，只能先传音过去：程师兄，你怎么掺和到这儿来？这魔物可危险之极，就连下面魏无涯道友都可能不是对手。另外附近还应该有一头双头4臂的魔物，也不比场中的魔物差多少。什么？下面的是魏无涯道友？还有这样的一个妖物？韩师弟知道的如此清楚，莫非动过手了？稍微试探了一下另一只魔物，虽然没有测出真正实力，但也应该不在这元婴后期修士之下。我和身边的2位道友联手，才勉强应付下来。而这些魔物还会吞噬修士元婴，行动如风，擅长隐匿行踪，师兄可要小心了。若是真要动起手来，最好我们这些人一起出手，才稳妥一些。知道了，我会和这边2位道友商量一下。银发老者听韩立如此说的凝重，心中一沉，急忙答应。然后就见老者转手冲着天津真人和那名陌生的老者说了几句，将韩立的话语转告一下。
那天津真人早就认出了韩立，见韩立身边的20-30头虎妖巨龟傀儡，自然是满脸吃惊之色。此刻他一边冲韩立笑着示意，一边和银发老者开口交谈。而那名满面皱纹的老者一听韩立的名字，则带着诧异多望了韩立2眼。虽然这是一位隐修多年不问世事的元婴老怪，但韩立最近的名声实在太小，再加上又是和其至交好友的师弟，心中自然有些好奇，但表面上只是冲韩立淡淡的点了点头。至于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虽然名气也不小，但却和对面没有什么交情，所以虽然知道韩立正传音，却任凭他和另一边3人沟通，对付这可怕的魔物，还是众人一起动手好些。就在这时，从绿雾中传来了魏无涯的话语声，声音还低沉沙哑了一些。是韩道友吗？几位道友能及时赶到此地真是太好了。这妖魔是上古时期入侵我人界的古魔，是我修士的死敌，没想到这坠魔谷中居然封印了一具，还被王门主他们无意中放了出来。王门主和王天谷道友已经死在挣脱封印时的空间裂缝爆炸，我施展神通才侥幸活了下来，但也元气大伤，无法拖住他们多久。好在上古修士施加在他身上的封印还有一部分存在其体内，他正在用体内魔火炼化禁制，几位道友一起阻止，否则他魔功尽复，坠魔谷中不会有人是其对手，诸位也要尽遭其毒手啊！魏无涯的声音急促而焦虑，似乎受伤不轻。而且这一说完，绿雾中间处一阵翻滚，接着一个人影一片绿光中呈现出了身形，面色灰白无血，双目有些暗淡，不是魏无涯还是何人？韩立一听这话，恍然之余心中暗暗叫苦，原以为过来是协助魏无涯，怎么就变成了主力了？这可麻烦了。令狐老祖和银发老者听了这么番话，更是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连魏无涯这等大修士都不是这魔物的对手，他们这些人恐怕更不行。但若是叫他们四散而逃，魏无涯又用大义压了下来，一旦不战而逃的消息走漏，他们再也无法在天南修仙界立足。毕竟这可不是修士间的拼斗，见势不妙先遁再说。几位道友不用担心，我用神识远远探查过了，你们只要稍微拖住魔物一会儿，马上就有其他道友赶到。而且在不久前，我向木兰法师们也发出了一道传音符，他们木兰人若想在天南立足，就不会不来支援。似乎看出了韩立等人的尴尬，魏无涯声音一缓，总算说出了一个好消息。听到此言，包括韩立在内等修士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不一定是这魔物的对手，但拖住一时似乎还能做到。但漂浮在乌黑魔气中的魔手人身的魔物，却似乎听懂了几人的话语，半闭的双目微微一颤，一缕寒芒闪过，同时手中魔焰一停，缓缓抬手向四周打量了起来。这魔物双目扫过之处，黑紫两色妖芒闪动，众人只觉得一股阴寒从身上升起，竟有一种被天敌盯上的感觉，心中同时咯噔了一下。只有韩立修炼过大眼诀，神识强大，被其看了一眼后，虽然觉得心中不舒服，但瞳孔缩了一下，蓝芒一闪，对视了一眼。若是存心避让，恐怕以后心中留下什么阴影，面对此魔时可就束手束脚。鬼身人手的古魔见韩立如此表现，却也是有些意外，冰寒的目光转了一圈，重新落在了韩立身上。韩立则双目半眯，望着此魔不语。